我真的看不出这两根丝有什么区别。我也看不出哎。那一起对比看，现在能看清楚了吗？哎，这束好像颜色更浅淡些。蜀锦是千丝万缕织成的，每一根线颜色差了一点，整副锦便会差了1倍。你们先从这一把看，再一根一根往外拿，直到你们的眼睛能够适应，即便是2根对比也能看出差别。那你们就会知道用什么样的颜色能事半功倍，锦上添花了。这不是那些锦户要学的吗？若我们能帮他们做好这一步呢？如今我们飞花会不仅有朱颜驼，还有蜀红丝，还有各家的特色丝线。但是想要再上一层楼，我们不能只染丝，也不能只卖丝啊？哎，那还卖啥子？只要买我们的丝，肯额外付钱，我们就可以为他们的锦样挑丝配色。关键现在没人买咱们的丝，你拉我咋子？他早晚都知道。丁呀，赵修元的贡锦搭配呢，跟杨家不是一样雨露均沾的，他只分给与他投诚的锦户们，那一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的样子。那别人知道你得罪他了，你根本就不敢来我们飞花会买丝了。那外面好多人还说你得罪了牛副都督，那旁的人就更不敢来了。我的确是得罪了牛锦，你们如果……哎，如果什么呀？那我们都上了贼船了，还让我们马上下去啊？哇！我跟旁人说，我跟季莹莹毫无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那谁信呢？对啊，就是。而且现在只是一州的锦户不买我们的丝嘛，大不了我们去找其他人买噻。你们听说没得？最近几天藩市来了一个大富商，有钱的很，对，买过锦1掷千金呢。1掷千金？不止如此。他把所有想卖给他的锦都放在府门口展示，让众人品评。阿娘，阿娘，我都好了，不必喝了吧？益气补血的。益气补血。啊，阿娘苦。阿娘一个不够。哎，洋洋，你阿娘怎么了？我惹她生气了，现在除了喝药吃饭，一概不理我。哎呀。这天下当阿娘的，果然都一样厉害。还有谁？我阿娘啊。这样我舒服多了。平儿怎么还没来？嗨，他又被他娘拉去相亲了。啊？他又去相亲了？不行，爷是他的英雄，也得去救他。我是不会出这儿会的。你给我站住！他弟弟就是个伙计，成天找我那惹事儿。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？在加入飞花会之前，你什么时候这么离经叛道过？我跟你说，你要再这样下去，就真嫁不出去了。嫁不出去就不嫁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别说我啊！不，你别生气，拉着我！不，别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不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不，你放心，我去哄他啊！放心，不啊！平儿，你阿娘是不是又逼你相亲了？老师长，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？平儿，别的郎君没有演过，不代表天下郎君都没有演过。我就喜欢你现在这样子。求你了，别说了。平儿，你放心，你阿娘再逼你相亲，你就说也愿意娶你。闭嘴！谁让你娶了？我这辈子都不嫁人，我不嫁人。你不嫁就不嫁，你别哭啊！你不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别跟着我了。我也想知道，你也不告诉我。小娘，你
娘吵架啦？离家出走，我再也不回家了。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。哎呦，别哭别哭，没关系，那你就住我家，我阿娘可喜欢你了，再巴不得你天天住我家里。我是说我不知道以后要去哪。我明白，你别着急，先走着呗，走着走着，说不定就知道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就带你走。正面。他已经请我第3壶酒了啊！阿姨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藩市来了一位奇人，我们去看看。藩市，我阿娘说藩市鱼龙混杂，全都是坏人。你阿娘还说我是坏人呢，我是吗？你凡事不能光靠听说，得亲眼看看。再说了，我们阿玉在呢，不怕啊。哎呀，希望今天能够顺顺利利的，在天黑之前赶回家。你说那个奇人是不是姓白？大张旗鼓，一掷千金，你都听说了？能满大街撒钱的，要不就是脑子有问题，要不就是背后有图谋。图谋嘛，必然是有的。利用众人估价，得到蜀锦真实价格，接近实价买锦，而且在短时间之内就打开了自己的名声。好厉害啊！好狡诈，好机会。玉石，各种珍稀的玉石，看一看。这位朋友，看一看我们这儿的玉石。哎呀，现在益州城的锦户大多都不敢买飞花会的丝了，我只好来这儿碰碰运气。那位白郎君敢如此大手笔的花钱，说不准胆子也够大。你这可是与虎谋皮，总好过如履薄冰啊。谢谢，娘子，5文钱。别家都是1文5个，你这儿5文1个，正好，打劫还送个饼。饼不贵，5岛贵。哎呀，难怪说你们藩市的人最会做生意了。藩市白掌柜人在何处啊？6文钱。你不该太贪的啊，阿月。饼免费，飞天6文，给钱还是指路？这是个赚钱的好法子，但是得适可而止，免得惹怒了别人，你又打不过，得不偿失。尝尝，尝尝5文钱1个的大饼。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羚羊公瑾，是100年前祖上传下来的。要不是家里急着用钱，我是万万舍不得拿出来卖。还请诸位给个公道价。多谢诸位，多谢诸位。100年，颜色能有这么鲜艳？这便是蜀锦啊，历久弥新。只不过，这些便是这方锦在诸位心里的价格了。还有没有人有别的想法呀？原来他看得出来啊！看得出什么？这件有问题。还有人要报价吗？
我要出价。这位娘子觉得此景一文不值。那你说说，你是觉得此景是假的吗？白郎君，你可不要听信个别小人挑拨，这大家有目共睹，这锦绝对不是假的。这景确实不是假的，但它也不是真的。小女子不才，做的也是丝锦生意，但是生平最看不惯有人弄虚作假，所以才斗胆站出来。若是单凭这锦，的确也能值一些银子。只是做生意若是没了诚信，那再好的东西也会变得一文不值。这锦不是假的，但也不至于100年。这上面的图案用的是连珠对马纹。是又怎么样？羚羊公样最喜欢用的就是连珠纹和对马纹。那也无法确定就是真的羚羊公样。100年之前的羚羊公样喜用的可不是连珠纹，而是团科环。单连珠内置对马纹，是很典型的波斯风格纹样。以团科花卉为环，内置动物纹样，才是经典的羚羊公样。什么团科环？敢在白郎君面前胡说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！造次，敢造次！这位娘子话还没有说完，你想要动手吗？白郎君，他这空口白牙的，分明就是污蔑呀！他说你没有证据啊，你怎么说？白郎君，请看，这里用的丝线颜色，乃是水色和青白之间，为一种新色，蟹壳青，是15年前沈家染坊坊主沈阳所染制。试问，这怎么会出现在一幅祖传的蜀锦之上呢？这祖宗未免也太年轻了。你说蟹壳青就是蟹壳青啊？那我还说的，那就是水色呢。我说了自然不算，但是景官府可以验丝验色，白郎君可去景官府一验便知。我不卖了，我。郎君饶命！郎君饶命！我不干了，我再也不干了。白某千金买锦，还请蜀锦人家共鉴，够有诚意的了。你还蒙我？送过来，送过来！白郎君，哎，白郎君饶命！哎，诸位，今日评锦到此结束，明日请早，都散了吧。在下白胜，不知道这位娘子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季莺莺。原来是季娘子。你认识我？白某来益州的第1天，就看见季娘子凤凰于飞了。季娘子有双慧眼啊，白某也是爱景之人，家里还有些许，想请季娘子赏鉴1、2。若是发现赝品，每副赝品3片金叶子如何呀？天都快黑了。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瞒住我阿娘的，是吧？这边请。你可以随便看看。这幅对阳几何纹锦
是魏晋时流行的锦样，如今已不曾见了。这幅花瓣团颗禽鸟锦，纹样虽常见，但织工了得，配色自然，也是不多见的珍品啊。季娘子这一声叹息，是在说这幅锦是假的吗？白郎君府上俱是珍品上品，这金叶子我怕是赚不到喽。季娘子今日仗义直言，让白某免于受骗，这片金叶子是你应得的。今日便是我不站出来，白郎君也不会上当受骗。你看出来那锦有问题了，不然你也不会再三确认还有没有人要出价。你只是需要一个人一个契机将此事挑明了而已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季娘子有了一双慧眼啊。不知白郎君可愿用你的金叶子买丝啊？买丝怎么说？蜀锦珍贵，但好丝意难求。我能染出这益州城最好的丝。不瞒季娘子说，白某不懂织锦，更不懂染丝，这些对白某来说只是兴趣，而不是生意。只是兴趣。那，在季娘子眼中，白某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还以为白郎君这里有一笔大生意等着我呢。看来季娘子要失望了。既然是只买锦，那又何须如此费时？我知道这城中谁家的锦好，若是郎君有意，我可为郎君和锦户牵线搭桥。季娘子这么做是希望从中赚到一些什么呀？人情。人情。实不相瞒，因为误会，城中的锦户大多都不买我家的丝了。可我若与他们介绍白郎君这笔生意，那在重利之下，他们又怎好意思不用我的丝呢？那如果白某要做生意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做生意，要通过季娘子你呢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白郎君可知，在这益州城，各家特长所在，用料如何，几时买最便宜？你又可知什么样的纹样是当下时兴，什么样是陈年积压？当然啦，这些白郎君也可以找人去打听。只不过，与其找一个生人，为何不找一个走投无路、想要与白郎君合作共赢的人来信呢？白某自然是相信季娘子的，不过这一次白某购锦已成，而且心满意足了。无妨，来日方长，希望日后有机会能与白郎君合作。好，告辞。不送。不做生意却把名声打得响亮，不是有病就是有鬼。主人，咱们需要一个打入益州锦业的契机，正好这季莺莺又来寻求合作，主人又对她有兴趣，为何不趁机答应了她？现如今我们对她来说只是之一，而不是唯一。等到她山穷水尽的时候再开价也不迟，不着急，先等等。赵景王，蜀红丝数目我已知晓，待丝线和染料准备齐全，我便开始染制，定不会误了织锦的时日。我今日来找你，不是为此事。最近有谣言，说你得罪了我，得罪了牛家，所以锦户不敢买飞花会的丝。我倒有个主意。
不如你我二人去这街上走走，他们看到咱们和好如初，这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？那不是谣言。牛景的确得罪了我，你也得罪了我。你对牛将军有牵制，那牛五娘定想从生意上胜过你，从而取悦牛将军，所以流言也都是他传出来的。我跟牛五娘在赵家分庭抗礼，所以不方便明面上帮你。但是茵茵，你得知道，不管在何时，我定不可能做伤害你之事。余家这些年经营不善，这次贡景的订单没有拿到，所以余叔想要把它卖掉。你为何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你曾经说过，知我者，赵尔郎君也。即便我不说，你也会知道，也会行动。那是你原来的家，满满的都是跟你阿耶的回忆。况且你由私入侵，买下它会少走很多弯路。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拿着，就当我先借你的。你是故意不把订单分给余家的？杨静兰可以为你铤而走险，我也可以。赵二郎君，有些事，过去便过去吧。若你还放不下过去，无需为我做什么。我只希望你能面对自己，为人为事，无愧于心。你说，我师父既然已经知道这青城山上有问题，他为何不上我救援？除非他已经四面楚歌，孤立无援了。我本以为把这山上的动静闹大，将一切揭发，就能把凶手绳之以法。可谁曾想，这权势竟可如此只手遮天，颠倒黑白。这还是牛瑾忌惮我身后有人，才不敢轻举妄动。我师父当年那可是单枪匹马，面对的只会比我如今更残忍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他死了，第一个回来探查的人一定是我，所以给我留了线索。他故意泄露自己的行踪给那些侍卫，也是在告诉我，这山里有问题。你师父真是草蛇灰线，用心良苦。可他既然笃定了我会回来，就应该留下一个只有我才能找到的线索才对。小戴，没有留下线索，那是因为前两人警官糊涂啊，临死了也不知道留下线索呀。纵此峡谷香，不灿世上英。这是我师父在告诉我，即便身死，尸骨也可留证。去帮我拿把铁锹。我提一句啊，这可是你师父的坟，随口说的一句话也能当真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懂他，我相信他，他就算拼死也会给我留下线索。
师傅，徒儿不孝，不能靠自己将益州案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求师傅再指引徒儿一次。身手不错吧？没看看是谁的徒弟。老头儿，叫师傅。诸葛，你过来。我师傅的每一块骨头都有伤，但唯独这一块，这上面的伤痕不同。看痕迹走势，定不是外人所伤。那这是他留给我最后的话。什么消息都传不出去，什么人都不敢再相信，他只能一刀为笔，以自己的尸骨做纸，给我留下线索。老头儿，话我收到了，我一定会把害你的人都揪出来，给你送去磕头赔罪。金娘子，这里请。家主正在见客，请金娘子稍后。没关系，都是蜀锦人家，一起聊聊。听着声音像，没想到还真是晋娘子啊。白郎君为何在这儿？余家百年锦业有一些珍品，倒也合理。白某今日是来买余家锦房的。昨日白郎君才与我说，你不懂锦，也不做生意。昨日听晋娘子一番话，颇有感触，觉得试试也无妨。更何况有这么好的机会啊！白郎君出手还真是不凡，这偶有所感，便要吞下这益州城3大锦户之一的余家。白某倒是觉得，既然要做生意，自然是越大越好了。晋娘子来了吗？那就请到屋里坐吧。请。余掌柜，杨夫人。晋娘子啊，上次购买丝线的余款呢，我已经让人给备好了，一会儿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到账房核对收取。还有晋娘子提出要与锦房合作，由飞花会帮忙挑丝配色，这个事情，就看新掌柜是否答应了。新掌柜已然定了？哦，还没有。不过你可以听一听，看看哪些条件能让你满意。不知二位出的什么价格？哦，比市价高出30%吧。余掌柜，杨家出的价格虽比不上白郎君的高，但我们杨家多年织锦，如果锦房放在我们杨家手上，那定是源远流长，绝不会辱没和亏待了你的工匠们。金娘子，你看我们2个
谁更顺眼呢？白郎君许以高价，杨夫人重在情义，两位都是诚意十足。但依我看，两位的价码都不够打动人。余家100年，就这般改弦更张，难道不可惜吗？余掌柜操劳一生，将余家井发扬光大，是再高的价码也无法买到的。商业沉浮，有辉煌就有没落。若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里曾是季家的旧宅。季家井当年何等风光，可如今呢？不用我说了吧？余掌柜，今日我前来想跟您聊的也是这桩生意。飞花会愿意出一笔钱注股余家，从此飞花会出资余家织锦，既能解决眼下的困难，又能保住余家的招牌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金娘子可知道你口中的两全其美得花多少钱呢？昨日你还说处境困难，怎么，今日又能拿出钱了？昨日我与白郎君说，是以为你我能合作，不想今日我们变成了竞争敌手。白某若是可以顺利地盘下余家井房，定跟金娘子构思合作。余掌柜知我从不空口白话，钱的事情我会解决，但求余掌柜给个机会。这个事儿呢，再允许我考虑2天吧。余掌柜，您若有顾虑，可以直言。听闻余掌柜想要卖锦房，还有比卖给锦王更为稳妥的选择吗？余掌柜不必急着答复，我今日来，主要是为了顺路送个人。阿公，希儿，希儿，你怎么在车上呢？啊？我不过是在路上偶然遇到他。听闻余娘子心若稚子，不谙世故，余掌柜可要照顾好您的孙女儿，下一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多谢赵二夫人送我希儿回来。我在赵府恭候余掌柜。希儿，你没受什么伤害吧？阿公，我没事。那位戴面具的娘子想要伤的并不是我。余掌柜，季娘子，没有我的陪伴，我希儿是向来不会单独出门的。我实话跟你说，我余叔可以没有锦房，但是我绝不允许我希儿有半点受到伤害。掺杂了权势、生意，
便不只是正经生意了。杨警官，愿你早日砍了这些魑魅魍魉。诸葛，你过来看看，有什么印象？哎，你把它转一圈。这图案好像是都运官调令背后的花纹啊！你确定？说好了的，动手归你，动笔归我。来之前，我还特地看了蜀锦所有的消息与公文。都运官，可是蜀地的都运官都是由节度使指派的，而且每年每次指派的都是不同的人选。那就都见去。你要去见节度使啊？牛瑾虽然与节度使在不同地方驻军，但你要是见了节度使，怕他也会知晓啊。杀人的不害怕，救人的就要躲起来。这世道不对，我要让他改一改。此事要不要告诉季娘子？哎，不必了。缉拿凶手，天下大白，是我们该做的。他只是一个平凡百姓，就应该高高兴兴地做他的生意，平平安安地过他的日子。好。茵茵，要不咱们还是敲门吧。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于掌柜，他说不见客，那就是不见客。他不见客是又不想卖警房了吗？你说一个人要卖掉自己的警房，他最想得到的是什么？他若是想要钱，那个白郎君能一掷千金；他若是想要于家的工匠和技艺有所依托，那杨家是不二人选。他若是想保住于家的产业，又想渡过难关，那就应该选我。可是他谁都没有选。难道是因为牛五娘胁迫了他？他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，况且若他真认了牛五娘的威胁，现在于家警房都姓赵了。如今他闭门不出，他应该是在犹豫，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卖掉警房，也说明我们给的价码都不是他想要的。那他想要什么呀？这就是我来的原因啊！告诉你，在于家有一个人比于叔还了解于叔。你又输了。鸡能生蛋，蛋能生鸡。那你说这世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呀？哎呀，白某不知啊。这么快就摸清了于掌柜的底，果然不能小瞧了你啊。猪有来世，又会变成人。哎，那你说这人是人还是猪呀？你说这脑子里面一天天在想些什么呢？他们都说我瓜，可我觉得你比我还瓜。哎，你，季娘子，于娘子，白郎君也在啊。季娘子，你怎么来了？白郎君为何而来，我便为何而来。怎么，这是下不过于娘子？哎呀，这如你所见呐，这属于满盘皆输啊！于娘子好厉害呀！你阿翁在家吗？哦，我阿翁过几日要出门，他收拾东西去了。出门？出门去哪儿啊？和大白狼一样，赢了我就告诉你。哇，你好厉害呀！我还差1步，你还差7步，你只要大于7，你就赢了。
好欺负哎！你赢了。这局不算，我输了。刚刚这个不是5，是4。啊？那他为什么会自己变呢？我季英英做生意有自己的原则，人待我以诚，我还人以诚。只是一个游戏罢了。金娘子，你应该还记得你的来意吧？还玩一局吗？不用了，你要问什么问题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人待我以诚，我还人以诚，你说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阿翁不筹备卖景房出去干什么呀？你们都想买景房，可我阿翁他想要这个。